夏洛特以公主身份宣布格里菲斯是她的未婚夫，同时还是米特兰正规军总司令。这个消息让众位大臣惊掉了下巴，旧臣们觉得不妥。夏洛特是米特兰唯一的皇室血脉，怎么可以如此草率地决定未婚夫？更何况那格里菲斯似乎是反叛之人。欧文劝他们别多管闲事，当臣子的怎么能对公主说三道四？她可是公主，而救下她的正是为了收复祖国奋勇杀敌的格里菲斯以及他的鹰之团。再说了，格里菲斯名声在外，比抛下国家流亡的名门贵族强多了。公主和他结婚，更能顾臣民万众一心。欧文一番话让旧臣找不到一点破绽，他们只好服从公主的决定，是要为他肝脑涂地。联合军这边很懵逼，就是说那个比天使还漂亮的男人会是米特兰下一任国王吗？瓦提米奥也算见过大世面的人，没有丝毫惊慌。他承认指挥官的确有对踏入自己国家他国军队的指挥权，然而这次战争已经不是米特兰之战，而是自古至今的战争，是法王厅教权各国与库夏之间关于神之名的圣战，牵扯到诸多国家，怎么可能不跨越国家之间的鸿沟？他建议所有国家围绕法王陛下作为教徒，一起并肩作战。大家都觉得瓦提米奥说的有道理，纷纷附和他。而就在这时，不远处又传来了大动静，瞧这阵仗，肯定是什么不得了的人物来了。果然，大家回头就见到了庄重威严的法王陛下和着那气派的军队。法王陛下御驾亲临，这可是大事儿，大家纷纷跪下行礼。法王声称到这里来都是神的指引。靠在他身边的索尼娅激动地朝格里菲斯打招呼。联合军贵族们看明白了，又被格里菲斯将了一军。这样一来，无论什么理由都无法反驳他了。但更让他们震惊的是，法王陛下一看到格里菲斯，就想到了梦境中的天使。他记得那张神圣的脸，他认定这都是神的指引，于是二话不说，五体投地。法王的行为让众人疑惑不解，贵为法王怎么能行这么大的礼？法王解释，他已经得到天启，飞到此处的光之鹰殿下就是救星，大家都要追随他。天启这两个字，连瓦提米奥也无法反驳，更何况是光之鹰。有很多人都在梦中梦见过四列乌云出现的闪闪发光的羽翼，那个启示预兆光之鹰是救星，而光之鹰就在眼前。听到法王这么说，将士们都激动坏了，神明的启示是不会错的。格斯这边，他们显然已经坐上了出发的船，赶去坐大船的那只小船上，好巧不巧还藏着一个人，那就是被法王厅扫地出门的艾桑副团长。他在小船上睡着了，被一起带到了大船上。他也没想到会再次遇到法尔纳塞等人，但船也不是白坐的，他要在船上打扫卫生，还要给喜欢耍阴招的伊斯多洛当陪练。船长诺迪克叮嘱航海长要好好招待这一伙人，除了某个人以外，其他的都是他的救命恩人，尤其是法尔纳塞要照顾周到。法尔纳塞此刻正在师傅舍尔基的指引下吟唱咒语，练习灵魂出窍。终于他成功了。舍尔基和法尔纳塞一样，都因为这一趟旅行认识到了新世界，了解到了更多有意思的东西，也终于找到了人生的意义。舍尔基也灵魂出窍，带法尔纳塞出去兜风。法尔纳塞非常喜欢这种自由的感觉，现在他已经算魔法师入门了。卡斯加惊讶地看着远方，格斯则一直静静地注视着他。诺迪克主动凑上前跟格斯搭话，顺着格斯的目光，他也看到了卡斯加。他好奇格斯为什么不靠近点看他。反正卡斯加对危险没有自觉，注意到格斯表情凝重，他换了个问题：对于你而言，她到底算什么？是你的女人吗？格斯顿了一下，答道：她是我的。法尔纳塞全神贯注地看着格斯这边，但他不想听到格斯说出那句话，所以他的意识弹了回去。调皮的卡斯加爬上桅杆，处境十分危险。格斯担心他，急忙跑上前想拉住他，可他还是落海了。格斯毫不犹豫跟他一起跳下去，把他拖了起来。可是格斯还没被捞起来，就被沉重的左手一直连带着朝海底沉下去。格斯意识恍惚，他只记得只要每次和卡斯加到水边，都没什么好事发生。那些甜蜜、苦涩、悲伤、遥远的记忆渐渐涌上心头。格斯感觉身体很重，当他清醒过来，还在着急地呼喊卡斯加的名字。舍尔基劝他放心，卡斯加现在正在洗澡。格斯看着脱落的一只，沉思了片刻。他知道失去的东西无论如何积蓄，都无法回到原来的样子了。舍尔基重新给格斯画符，他感受着髋后背部传来的温度，心里泛起了涟漪。他曾经紧紧地抱着他，虽然只是以幽体的形式，但已经足够让他回味了。他的想法被伊巴雷拉看得清清楚楚，害羞的他光速逃开了房间。想到格斯的答案，舍尔基也释然了。只要能像现在这样静静地看着格斯也好，因为他已经有了只属于他们俩的经历。洗澡中的卡斯加一直在大吵大闹，
还和法尔纳塞玩泼水游戏。本就伤心失意的法尔纳塞这下终于忍不住了，他抓住卡斯加的肩膀冲他吼道：“你为什么要做那么危险的事？那个人为了你不知道受了多少伤，现在弄得遍体鳞伤，你却什么都不知道。”法尔纳塞越说越难受，无助地跪了下来。卡斯加以为他是被水泼了不开心，于是端起旁边的水桶朝自己淋了下来。法尔纳塞见此情形，又感动又心酸。卡斯加什么都不懂，这样的指责毫无意义，他只能紧紧地抱住卡斯加。诺迪克看着远处3艘武装商船，他们挂着伊苏的旗帜，看着没什么异常。航海长告诉他，刚才这3艘船还不明船籍，但发现有人观察后就立刻改变了航向，并挂出了旗帜，而且还不回复信号，种种行为都很可疑。诺迪克下令全军备战。见对方亮出武器，海盗船长也坐不住了。上次他就想改行做点小生意，结果买来的奴隶都跑了，迫不得已干回老本行。结果第一个买卖就惹到了个大角色。不过转念一想，自己有3艘船，怕他1艘船干啥？他打算绑架船长和士官来勒索赎金。有了主意后，他吩咐兄弟们亮出海盗旗。诺迪克也不客气，准备直接进攻。伊索洛和萨尔比高想搭把手，但诺迪克觉得对付这种虾兵蟹将还用不着他们出手。海盗船长也打算和诺迪克的大船硬拼，只要大船进入射程，3只船一起开火，定能打他个有去无回。可是他们还没靠近大船，就接连挨了几炮，霎时炮火连天。仅1瞬间，一只海盗船就被打爆了。海盗船长傻眼，他完全没想到大船的炮射程比他们远了1倍之多。更厉害的是，不管射程，在这种距离下，他们打得还特别准。一眨眼，他们又发起了第2轮进攻，自己连防守的可能都没有。看着大船船头上的海马像，他们才想起来，这不是那个击沉了5艘裘达军舰的伊苏航海王子诺迪克的海马号吗？可现在才意识到惹错了人，已经晚了。另外2艘海盗船的桅杆被打断，动不了了。海盗船长让他们别慌，用最后1艘船进攻。然而诺迪克竟然用爆炸的烟雾和风向让他们耍得团团转。海盗船这边周转崩溃，船员们都在后悔不该去找海马号的麻烦。海盗船长果断地让兄弟们把重的行李扔掉，全力撤退。另外2只船的兄弟能跟上的就带走，跟不上的就不要了。航海长问诺迪克要不要追上去，诺迪克觉得没有必要，这行人被打得这么惨，迟早会有其他海盗收拾他们。而且总不能把他们带上船吓到船上面的女士吧？伊索洛觉得诺迪克有点帅，没想到他不仅仅是个花花公子，还是个货真价实的船长。这边戈斯一直在发烧，没有好转的迹象，还表情狰狞，像是在做噩梦。法尔纳塞问舍尔基能不能用魔法驱除噩梦，舍尔基能做到，但是戈斯十分衰弱，这样做会他增加负担，现在只能让他顺其自然。与此同时，戈斯正陷入内心的泥潭，无法自拔，无数的铁链束缚着一头恶犬，这就是憎恶的化身。他凶猛地嘶吼着，他警告戈斯，光靠这种东西是无法锁住他的。得到他躯壳的瞬间，他就已经解放了。那魔女自以为驯服了他，但那只是暂时的。新的伙伴，要保护的人，还有温暖的灯火，这些都是暂时的。就算用锁链封锁，他也会挣脱束缚，完全占据戈斯的身体。只要他还在戈斯身边，他就会和他互相缠绕得越来越深。总有一天，那些伙伴都会被撕得粉碎，就像石一样。他好心警告戈斯，现在好好珍惜他们吧，因为他将会再失去一切。恶犬表示，现在就算了，他要先从了戈斯，他要把呼吸隐藏在黑暗的最深处，越是束缚，越是压抑，他就越能积蓄力量。总有一天，他会把戈斯吞噬殆尽。戈斯缓缓醒来，大家都关切地围上来，但他却什么都想不起来了。大家都静静地看着戈斯。突然，伊索洛探头报喜，刚才那战打得可真是畅快过瘾。海盗们夹着尾巴，头也不回地逃走了。他绘声绘色地说着，吵闹的声音让戈斯睡意全无。之后，众人来到甲板上庆祝。马尼菲高告诉诺迪克，精灵之王并不只是传说，毕竟眼下就有2只小妖精在船上，而他想的是借助诺迪克和这艘船的战力，征服传说中的妖精岛。